大家好，我是谁不重要。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台2011年推出的相机 GR-D4， 不是 GR4 哦。GR-D4 推出的那一年是2011年，那一年 iPhone 才出到 4S，IG 前一年才刚推出，现在就连 iPhone 13的感光元件都比它大。然后甚至你还可以在 Dez 这个 App 里面找得到它的那个模拟滤镜。究竟这一台 GR-D4 还有没有它的用武之地呢？喂，菠萝。那时候刚接到它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冷藏过它，也有嫌弃过它。就28mm 的那个经典焦段来说，其实跟手机的焦段是差不多的。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倒不如用手机来拍。但是每次只要看到 GR 的介绍影片或者是 GR 的照片，都会忍不住说，又把它默默的放回自己的包包，把它带出门拍照。相机的拍照体验是手机所给不了的。我觉得它的拍摄体验跟手感其实是跟最近的 GR 体验是差不多的。撇除掉对焦的性能还有它没有触碰这一次 GR4 回归的那个加减钮它是有的 ，Snap Focus 的功能它也是有的，而且它还有内置闪光灯，这个是 GR34 没有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我愿意把它带出门的原因。就老相机基本上拍出来的照片都会非常的还原，非常接近我们肉眼所看到的画面而 GR-D4 是有滤镜的哦，尤其是我最喜欢的正片模拟，还有高对比黑白滤镜，然后再加上那个浓浓的 CCD 味，这简直就是直出就是懒人的福音。今天所看到的照片呢，全部都是由这一台相机直出的，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修图。其实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就是到处乱拍的嘛，我的手机容量已经被我拍爆 ，AI 浪潮的崛起记忆卡、硬碟都变得比较贵了，而它呢所产出来的照片一张 JPEG 也才3MB 左右，所以刚好可以缓解我的容量焦虑。可是当然你也要抱着那种就是照片拍坏了也不心疼的那种觉悟要不然想要拍好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推荐就是用手机来拍，因为其实大部分成像都是不太好看的。这就要来到我想要讲的第3点，就是驾驭老相机的爽感。以近代的相机来说，要拍到一张好的照片其实是相对的容易。GR-D4 的底本来就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很常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光线永远都是不足的，所以有时候你就不得不把 ISO 拉高，超过800，基本上就会很多噪点。如果你的光圈开到最大 f1.9，画面就会偏软，你的快门也很可能要维持在就是1/10左右，主体稍微动一下，你的手稍微晃一下，那个照片就糊了。懂摄影的你就会知道这个条件是有多么的限制。相反过来，就当你在这么极端的条件下拍到一张好的照片的话，绝对会让你成就感满满2026年的现在，我推不推荐这一台相机呢？还值不值得入手？我的建议是不值得吧。一来是因为它的规格，其实讲到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基本上已经属于就是电子垃圾的那个范畴了，参数永远都会觉得不够用，除非是大太阳 ，ISO 不敢拉高，光圈开到最大，快门还是拉不上来，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发生的。前面提到的其实都是我勉强能够说出来的好处，除非就是你是为了情怀而收藏的，不然我是一律建议就是好好用手机，好好存钱，就是选择别的相机这样。但是我觉得老器材就是这样，虽然他们现在不符合现在的操作逻辑跟水平了，但是当你有足够的修图
经验的话，其实他们的上限是非常非常高的。就 YouTube 啊、FB 上面都还是会有大神，就是用他拍出来的 RAW，然后修图、降噪，都还是可以拍出很屌、很棒的照片。但学习成本就会变得相对的更高。这样，其实这个就是我想做这个频道的初心了，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如果你的预算其实跟我一样有限，这些老器材就是依然不死，就是只是凋零。然后未来我还会继续再介绍更多的好的老相机，就是给大家。那如果你还保留着什么老相机的话，就是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感兴趣的话就麻烦订阅我。那我们下一期见啦，拜拜。我是谁不重要。